老一批的演员能有多敬业？陈宝国为了演好角色，眼睛都差点瞎了。1986年的电影《神鞭》开拍前，导演力荐陈宝国，认定他就是玻璃花的最佳人选。为了不辜负导演的期待，陈宝国连夜读起了剧本，发现角色是个不讲理的地痞后，他每天专门跑到街上观察混混的行为举止，学习他们的动作。为了贴合玻璃花的形象，陈宝国二话不说就把头发给剃了。可有一件事却让他犯了难。这个人物有个定位，他名字就叫玻璃花嘛，就是他一只眼睛被别人给打坏了，就变成那个玻璃花状的了。然后你这个人物要演的话，这个眼睛一定是这种效果。你看我这俩眼肯定不行啊，我那时候的化妆手段没有现在这么现代。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一个纽扣磨薄后放在眼睛里。我先到那个纽扣厂，他们纽扣厂带我去了他们那个材料堆，全是一个一个的小圆的坯子，然后拿到那个眼镜厂去给磨成那种博士轮眼镜那种样子，然后拿一个小锡子每天给搁在眼睛里。正常人的眼睛就是进一粒沙子都得难受很久，更别提放一个纽扣在眼睛里拍戏了。但陈宝国为了将角色演绎得更好更真实，硬生生拍完了整部戏。一搁进去就流眼泪，往往一拿的时候还流眼泪，最后干脆就是搁里头就不拿了，然后一天把这戏给拍下来，这样子前后8个月。可这也导致他的眼睛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。那你这边视力肯定比这边差很多。0.6，这边是1.5。对比一下滑手就要去医院的哥哥们，简直就是可笑至极。身为国家1级演员的陈宝国老师，在影视的造诣上是小鲜肉们永远也学不来的。演员要靠什么说话？最终就是2个字：角色。你靠角色而活着，靠角色而生活。所以你说你吃些苦受些罪，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，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。而在电影《焦裕禄》中，李雪健老师用他的表演让所有人心服口服。包括有一些干部看的是坐车来的，看完电影了，走的时候说不坐车了，走回去了。当时3毛钱的电影票价硬是卖出了1.3亿的票房。李雪健也因为出色表演获得了金鸡百花双料影帝。但在登台领奖时，他就说了这样一番话：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，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。可没人知道，李雪健从白白胖胖的李大成变成焦裕禄那样消瘦憔悴的模样，又付出了多少。当时准备出演焦裕禄的他，为了将角色演绎得更真实，他拜访了焦裕禄的妻子，想多了解一下这个英雄人物。但在2人刚见面时，李雪健就被泼了一盆冷水。焦裕禄妻子说他肤白微胖，跟自己的丈夫一点也不像，还是别演了。家里人家老太太根本不理他，就这头一句话就说不像啊。这番话犹如当头一棒，敲在了李雪健的心上。他连夜赶到兰考县的小村庄，每天跟村民一同吃住。为了改变形象，他吃饭从不吃米饭，只喝白菜汤，1个月暴瘦了20多斤。所以他减了1个月的肥，减了20多斤。他每天到荒漠上晒太阳，把皮肤晒得又黑又粗糙，晚上就继续钻研角色，直到把焦裕禄相关的书籍全部看完，问遍所有老人关于他的事迹。可越了解焦裕禄，李雪健就越害怕演不好，于是他再次拜访了焦裕禄的遗孀，想再深入了解一些细节。可这次徐俊雅老奶奶一看见他就觉得十分心酸，跟他说演戏事小，身体重要。因为此时李雪健不仅身体消瘦，皮肤黝黑，眼里还有一种饥饿感，特别契合焦裕禄的形象。到了拍摄时，李雪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要琢磨许久。在拍摄重病卧床那场戏时，这是李雪健通宵了几个晚上，白天除了几天地的效果，因为他想要呈现角色病态的无力感。李雪健说苦和累都让焦裕禄受了，名和利都让自己得了，但李雪健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又何尝不是受苦受累呢？这才是一个值得夸颂的好演员。